3个女人在河边洗衣服，水里突然飘来一块木板，翠花捡起来上下打量一番，大小合适，拿回家刚好当搓衣板。然而眼尖的闺蜜一把抢了过来，因为她发现木板上竟刻有送子观音图，她觉得观音跟他们很是有缘，于是就将木板供奉了起来。刘嫂结婚多年都没能怀上一儿半女，所以她恳求观音菩萨能保佑她早点生个大胖小子，同时也保佑刷到视频点亮小红心的贵人们发大财。没想到刘嫂回去果真就怀孕了。得知这一消息的翠花连忙跑来拜拜观音，希望菩萨能保佑她能找个高富帅做老公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刘嫂就带来了好消息，说邻村有2个单身的帅小伙正在到处找老婆，家里又田又有地，翠花和梅雪要是嫁给他俩，这辈子可就吃穿不愁了。翠花听后喜上眉梢，心想这下子终于能嫁入豪门了。隔天姐妹俩就早早来到了约定好的地方，可是由于梅雪太过紧张，就想要去方便一下。翠花此时得意地笑了笑，好姐妹不在，那么自己就能优先挑选帅哥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位富家公子走了过来，翠花顿时两眼放光，低着头娇羞着走了过去，没想到却撞上了憨厚老实的大壮。原来大壮是村里杀猪的，也是刘嫂找来的相亲对象。虽然大壮对翠花一见钟情，可是翠花却压根瞧不上他，转身就去找了那位富家公子杨清华。这清华可谓是翠花的理想型。正当翠花想要更进一步时，没想到清华的母亲突然跑来，原来杨老夫人刚才差点摔倒，多亏梅雪及时扶住了她。杨老夫人觉得跟梅雪很是投缘，就想要让她来做自己的儿媳妇，于是就撮合她跟儿子认识，2人就这么牵手成功了。这下可把翠花气个半死，没想到大壮还不死心，经常跑到翠花家里献殷勤，但是翠花压根就不领情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自己了。可当他刚回到房里，没想到突然就发生了地震，桌上的蜡烛被震倒，点燃了一旁的窗帘，瞬间燃起熊熊烈火，房门也被堵死。就当翠花不知该怎么办时，大壮大喝一声，直接破门而入，上演了出英雄救美，随后又将他带回了家，还把全部家当交给翠花保管。翠花见大壮这么有钱，而且婚后还不用侍奉公婆，最后终于答应了嫁给他。就这样，姐妹俩在同一天举行了婚礼。婚后2人来到菩萨面前还愿，可翠花还是心有不甘，自己嫁给杀猪的也就算了，凭什么梅雪还比她先怀上孩子？再加上周围的人还都议论纷纷，这让翠花越发的不甘心。于是她一气之下就将送子观音带回了家，每天霸占着观音菩萨，祈求菩萨能让她早点怀上孩子。可她的肚子依旧没有反应，闺蜜好心给她找来生子秘方，还亲自熬药给她喝，可翠花不但不领情，反而将药汤打翻在地，夫妻俩因此吵得不欢而散。没想到大壮夜不归宿，翠花本想找他道歉，怎料却看见大壮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她就误以为丈夫有了外遇，却不知那女人只是来买猪肉的顾客。于是当晚等到大壮回来后，就想拿杀猪刀吓唬他，没想到大壮脚底一滑，刀子真的捅了进去，翠花被当成杀人凶手，准备要将他当街问斩。事到如今，她也终于醒悟，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爱慕虚荣，才会沦落这般田地。然而当刽子手一刀砍下去的时候，翠花竟然从梦中醒了过来，而大壮此时还好端端地站在她的面前。翠花激动地将丈夫拥进怀里，大壮还有些受宠若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菩萨的安排，是观音菩萨要点化翠花，让她能懂得珍惜眼下的幸福。翠花明白了知足是福的道理，很快也怀上了孩子。大家都知道这是送子观音的保佑，从那以后前来跪拜观音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了。